Hello，大家好，我是维克，欢迎来到这集的节目。那么明天我们终于要迎来道奇2026赛季的首场开幕战了。好，那将在主场面对同区的响尾蛇。那道奇呢是由去年冠军赛的 MVP 我们的山本由伸担任先发投手。那么响尾蛇呢，则是派出他们的强投 Zach Gallen 呢担任先发。那估计呢，这会是一场精彩的一个比赛。那今天这集的预告呢，就是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上个赛季两队的交手状况以及本场有哪一些观赛的一个重点。那首先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两支球队去年的一个状况。道奇队呢，在2025年呢，依旧展现强大的一个压制力。虽然他们没有拿到破百的一个胜场数，但依旧呢，还是以93胜69败的一个战绩呢，霸气拿下国联西区的冠军。那么根据多家媒体的一个季前预测基本上国联西区的冠军呢，还是这个大概率会落在道奇队身上。那么再加上今年道奇在休赛季呢，又补进了 Diaz 跟 Tucker 这两位大人物。所以已经不是说只拿国联西区冠军这么简单了。根据道奇队总教练 Roberts 的一个说法，不只要拿到分区冠军，而且以国联前2为目标，跳过这个外卡轮，避免在变数众多的这个季后赛呢发生太多的意外翻车之类的，直指3连霸。那不过相对来说这个响尾蛇队呢，去年就是打得稍微比较挣扎一些，整季呢以80胜82败作收，那胜率呢低于50%，排名在分区第4，落后给道奇、教士跟巨人队。但不过即便胜率不佳，但响尾蛇的打线呢依旧是不容小觑。去年全队的 OPS 呢在联盟是属于前段班那反倒在投手的部分呢就稍微挣扎了一些，被打击率呢排在联盟的中后半段。那么从去年的对战记录来看呢，两队总共交手过13次。那道奇队呢以8胜5败取得了一个优势。那道奇打线呢在面对响尾蛇时呢，可以说是毫不手软。团队的对战打击率呢来到.247，并且敲出17发的全垒打，总共攻下了60分。那整体对战的 OPS 呢也来到.724。但不过反观响尾蛇这边呢，他们也绝对不是省油的灯。虽然说他们的对战打击率呢只有2成32，总得分55分，略居下风 ，OPS 落在.704。但不过各位知道吗？响尾蛇在对战系列赛当中呢，竟然敲出了高达19发的一个全垒打，甚至比道奇队17发还要来得多。所以这代表就是响尾蛇的打线在面对道奇的投手群的时候，他们随时都具备有一棒就可以改变战局的这种恐怖的爆发力。所以这绝对会是道奇队投手群呢必须严加防范的一个重点。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响尾蛇这场的先发投手 Zach Gallen 他过去的一个数据。他在大联盟总共待了7个赛季，而且已经连续4年都有拿超过双位数的一个胜场纪录，非常厉害的一位投手，而且呢也很耐投。除了24年的赛季以外，22、23、25这3个赛季呢，他都可以吃超过180局但不过去年对他来说就是相对比较低潮的一个赛季13胜15败，防御率呢也是生涯新高，来到了4.83，而且被打出了31发的全垒打这个是国联第2多的。但不过同时他也送出了175次的三振就是了，国联的排名第13。那他的球种呢有4缝线、弹指曲球、变速球、滑球、卡特球以及伸卡球。那么其中呢以4缝线、弹指曲球跟变速球呢为主。那特别要小心的是他这颗变速球，去年他这颗变速球的 run value 呢非常出色，是他所有的球种里面最难打的一颗球。所以道奇我觉得可以锁定他的速球呢来进行攻击，因为他去年被敲的31发的全垒打里面有1/3呢都是速球，而且挥空率极低只有12.9%。你反观他的这个弹指曲球则是有38.9% 的高挥空率。那在道奇这边打他打得比较好的呢，总共有4位那分别是 Will Smith 在对战22个打数里面呢有敲出7支的一个安打，打击率呢高达3成18， OPS 呢也是极具水准的.878。再来第2位呢是 Mookie Betts， 26个打数8支安打，打击率呢3成08，也是破3成，包含1发全垒打。OPS 呢也有.867。那再来呢是 Freeman， 虽然他对 Gallen 的这个打击率2成5，也不算是太高，但不过他对 Gallen 呢有轰过2发全垒打贡献6分打点所以长打的威胁性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再来呢是 Tucker， 对战16个打数呢敲出了6支安打，打击率也有破3成，是3成33， OPS 呢更是高达.924一个人就包办了5分打点。所以这4棒呢就是整个道奇的这个打线里面对 Gallen 打得比较好的。那大谷的话呢只是12个打数有3支安打，打击率呢2成5，那目前呢是还没有开轰的一个记录所以在明天的这个对战里面看能不能够去锁定他的诉求呢来进行攻击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只要能够确实的去选掉他的变速球引诱，就会有很大的机会呢在开局就攻下分数。因为可以看到刚刚那4位就是对 Gallen 打得比较好的 Smith、Betts、Freeman 跟 Tucker， 就是2、3、4棒因为第1棒是大谷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去掌握他的速球，然后有效的去避开他的变速球的话，我们是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在开局，可能第1局或是第2局就拿到分数了，大概是这样。那反过来看，就是山本对上响尾蛇的话，那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种属于天敌般的一个存在。在2025年的赛季呢，他面对响尾蛇的4场先发里面呢，总共投了25局，狂飙了30次的一个三振，
防御率呢是2.16，非常完美，让响尾蛇的主力打者呢在他面前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熄火了哦。像 Corbin Carroll 17个打数只有1支安打，打击率呢还不到1成0.059哦，非常的低。但不过山本还是有需要这个严防的一个危险人物哦，那就是响尾蛇阵中的2垒手 Marte， 他是少数呢能够看清山本球路的一个打者哦，对战15个打数敲出5支安打，打击率呢也是破3成，而且还包含1发全垒打 ，OPS 呢更是高达1.044哦，非常厉害。那么另外还有捕手哦，虽然打击率呢只有2成，但也曾经炮轰过山本，带有4分打点，所以这场比赛山本的策略应该还是要看他的指叉球跟这个曲球啦。哦，这2颗球呢，在去年呢都制造非常高的一个挥空率，分别是42.1% 跟36.7%，所以能不能够在第一局就进入状况，找到控球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哦，只要避开 Marte 的长打，响尾蛇的打线以过去的这个对战记录看起来，应该是蛮难去突破山本的。那么响尾蛇的部分，我认为就是可以去多缠斗啦，去消耗山本的一个用球数。虽然说过去的对战记录是不占上风的，那就是去多消耗他的用球数嘛，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啊。即便得不了分啊，也是有机会让道奇能够早早换头，让他的牛棚能够提早启动。那个时候呢，对响尾蛇来说，我觉得或许就可能会是一个机会了，看能不能够在中后半段呢就得分，这样呢，我觉得还有机会一拼。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希望你会喜欢。我是维克，我们在开幕战见，拜拜。